我现在这一个项目，这是一张鸟瞰图 ，OK， 这边已经生成了，整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各位设计师，大家好，这个视频我们介绍一下 AnyLight 这个网站最近的一些更新情况。因为更新内容相对有点多，我就专门拿一个视频来讲，主要有4点，分别是编辑提示词模板的更新，加了一个升级版的生图逻辑，一个视频教程的板块，还有 AI 图像编辑与 AI 动画生成都讲一下。先来看编辑提示词模板，也就是我们点击开始创作，在选择功能里面有个景观照明模板模式，点进去之后原先我们的布局就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要改呢？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有的人实在是太懒了，真的是一点脑子不想动，一个字也不想打，就直接使用我摆在那里的一些提示词。明明那个提示词上面有雾气啊、水雾啊，你这个量化图上不需要，它也给你加上去，结果生成的效果不好。还有就是我当时是预设了8个不同的项目类型结果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类型呢？其实我在前面的视频中有讲过，随便选，关键是你要去自己按照你的项目去更改里面的提示词。但是真的很多人一点都不想改，那怎么办呢？我这里就把这个提示词模板给改了。一个改进呢，就是说之前的那些预设的提示词呢是我没有经过验证的现在改成了平时在生图过程中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提示词，就全部在这里了，包括这些树木啊、建筑啊、地面啊、广告牌呀、古建筑，这些都在里面。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你就直接点一下，如果还想要其他的比如说树冠用什么灯这就自己去选就行了。加进来的一般都是效果比较好的。我现在这一个项目，这是一张这种鸟瞰图，它本身没有天空怎么办？我把它拖进来。如果说没有天空，你就不要写了，你就删掉就行了我这里有一个一键清空的功能，点一下全部删掉。还有一个随机填写它就会随机从这个预设的里面去选择一些填进来。现在我们拿这个项目来做一下演示，就是天空我们不需要，那你就不要写了。灯光方案里面树木的来填进来，然后这个主要是建筑，所以我们在建筑顶部这里有一根完整的霓虹灯带或者是 LED 轮廓灯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点一下。然后建筑立面是用黄光打亮，商铺内透光，好，就这样。氛围细节你可以填上其实也可以不填。一般来说，你只是在看到生的图不是自己想要的效果的情况下你再去改这里，特别是这个巨负面和锚定原图元素如果说它生成的图本身就好，你其实就不需要填。只有在它生成图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有些元素它变化了、变形了，你再在这里去选择一下，或者是把这个前景元素是什么把它写出来就行了。我这里都不要，风格约束和氛围细节就写上，也就是其实我这里天空设定、巨负面和锚定元素这里都没有写。然后点提交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就会在这里来，可以看到天空这里没有设置，这里没有。同样，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还是需要你自己在这里去填写这个就是新的编辑提示词模板的用法。第二个就是有了升级版的生图逻辑，也就是在这里生成，这里有个原版和升级版。原版就是我们之前的，用过的朋友就知道之前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它的缺点是什么。常见的一个缺点就是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其中鸟瞰图生成的时候常常会成一个白天的效果。比如说你生成3-5张，那么可能有1张它是白天效果，如果你的提示词不好好写的话，可能2-3张都是白天效果。那么现在我们用升级版的这个呢，基本上出现的概率就小很多。我不能说100%因为 AI 生图它是有随机性的，它的选择性执行依旧是有的，只是说概率变小了而已。升级版这里分3个分辨率，所需要的积分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注意。 AI 生图主要受限于这3点随机性这是肯定没法避免的，每次生成的效果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然后选择性执行，升级版的效果已经稳定很多了，相较于原版的话。还有就是 AI 自身能力的限制就是我们在原版应该会遇到一些你怎么样改提示词它始终生成不出你想要的效果的一个问题这就是 AI 自身能力的限制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学习过那一种效果你再怎么样让它去生成它也实现不了不过现在升级版的又要强大很多它生成的效果会更贴合提示词。就是为什么原版的这里还是要保留呢？因为原版它还是有它自身的一些优点的。这个升级版的对提示词的理解能力是更强大的，但是呢 2K 到 3K 它生成效果的清晰度是看你这张原图来的。你原图如果说有点模糊，那么它生成的往往也有点模糊。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原版的话，它其实是会让你原来那张模糊的图变得更清晰一点的。使用过的朋友应该会有体会
那么既能够让模糊的图变清晰一点，又有较强的理解能力，那么就是这一个 3K 到 4K 的这一个。那 4K 到 5K 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非常高清了，适合那种大型鸟瞰图啊。我这里就使用这一个 3K 到 4K 的，直接点生成。等到生图，我们继续往下。这个视频教程是指我们在首页这里加了一个视频教程的板块，因为我之前是把演示视频贴在这个位置，真的是没有几个人点开去看，即便每个人我几乎都会跟他说啊，建议你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演示视频，但其实很多人依旧不看，依旧是去问我，哎呀，到底这个怎么操作啊之类的。我现在把它搬在这里，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了。你要做夜景氛围的，这个里面有讲；你要看提示词的，这里面有讲；你要看动画生成呢，这里有讲；你要做室内的，这里有讲。总不能还要来问我吧？搞得够明白了啊。最后就是图像编辑和动画生成，这里其实我已经录过视频了。动画生成和图像编辑，因为录过视频我就不详细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视频。特别是这个 AI 图像编辑，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产品直接生成到项目的效果图上来，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对一些灯具厂家，你直接把你的灯具产品生成到夜景效果图上去。这张图就是这个黄色的灯笼啊，我们指定的一个灯笼放到这个树上去，那你做的这一个效果是不是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动画呢？让你的产品在这个动画里面表现出来，是不是更有感染力呢？是不是更能打动客户呢？大家可以去看。好，这里我们就讲完了，再看一下有没有生成完成。OK， 这边已经生成了，整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以前生成这种鸟瞰图，如果像这样子随便写提示词的话，经常会生成一种类似白天的效果。现在这种概率相对要小很多了。总之呢，相对于原版呢，这一版是要强很多的。无论是在稳定性上，还是对提示词的理解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大家可以去尝试。